花卷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不过单一的花卷已经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了。陈大师就为您带来了加入了豆腐的花卷，有滋有味的豆腐花卷，口感软糯，混合着豆腐的清香和面食的软糯，绝对会让您爱不释口。大米凉糕是传统的北京小吃，因为其软糯的口感和甜蜜的味道深受人们的喜爱。其实大米凉糕的做法非常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尝到无敌的美味。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米面当家。看到这个改梅酱梅，一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也是一位中国的烹饪大师，并且他呢是中国高级面点师，是谁您知道？我们习惯叫他陈妈妈，陈秀英大师又来做客节目了，欢迎陈秀英陈大师。大家好，今天陈妈妈又来了，改梅酱给您准备好了，这是您的宝贝。那么今天陈妈妈呢，一口气要带来2道不同的米食和面食。对，究竟该怎么吃才能吃得更健康呢？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健康老师、医学硕士王静老师，欢迎你，王静老师。大家好。看到陈妈妈，我觉得特亲切。哈哈哈！今天听说第一道是做一个花卷儿豆腐卷儿。豆腐卷儿就是说您是用花卷的造型，但是是用豆腐里边包着豆腐做搭配的对，那还是有馅儿的花卷。这个馅很特别，还是豆腐馅的。本身这个花卷就是一种艺术化的馒头，然后我们又加了豆腐。哎呦，听着就觉得好馋人。那咱今天开始和面。制作豆腐花卷需要的原料是提前和好的老面、面粉、碱、葱花、豆腐。我今天用的老面。这是所谓的老面呢，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我早晨发上了一点面。就是今天早上发上的我们下午就可以用。下午的时候对，这样比较快。大概经历了8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面发好了。这是不是那种发酵面，没加什么酵母，加上酵母。你试试就是说你要用那种发过酵的这个面，摸起来这个软度非常的大，对，很暄软的那种感觉。对，大嘴手洗过都，听，就像一个小婴儿太熟了，就开了，没错。就和西瓜一样，婴儿的小屁股一样，是不是？很嫩的。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开始和面吧。和面好。用老面，加上一点没有发酵的面粉。这个就是干面粉了。就是一半一半就可以。一半一半的比例。对。然后加入碱。加多少呢？加碱吧，我们不要加的太多。加碱多少就看这个老面的多少。再问问有什么酸味没有？你问问，没有它这个味道是没有一点酸味没有酸味吧？所以我们加的一般的就是3克碱就可以。3克碱对，3克碱，我们倒上点水。这个碱主要的目的就是和面的时候让它发吧。因为以前总听老人说，就是做馒头要用碱发面。因为你这个老面发酵以后吧。它有很多的就好出现酸味儿我们加上碱以后吧，它这个酸味就去掉了，就中和了。对，没错，中和一下。对。好，4点中和来点碱。为什么我们不把碱直接放到这里面？因为它有些结晶。我们放上以后，来点水给它调成个碱水。对，碱水。酸碱中和。你看下边。有结晶，好。假如我们放在这个面里边吧，它就蒸熟了，就会出现一块一块的小黄点儿。对，而且也不均匀。的确，对，影响我们最后这个面点的这个口感。口感和这个外观也会受到影响。没错，对。加上碱吧，吃起来比较香，有碱的香味儿，对身体也好。好，那咱现在就开始再加点补面，给它和好，把这个碱呢和进去。对，你看。这个水，我们是温水，温的你试试温水，70度左右吧。没有，40-50度吧。40-50度这是40-50度的就是40-50度的水放进去。对，我们然后把它和成面团，加在一起。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水和面的比例其实还是像您以前说的，跟着感觉走呗。对，给它和起来就 OK。你看这样吧，就是原来我发这一块是老面现在这一块就变成论小，
什么叫论销？就是刚发的面。刚发的面，就是说一边你搓它的时候呢，一边发的这种。对，就变成论销，就是好像我们刚是酵母做的那个发面。那这个呢就叫嫩酵，就是刚刚发好的，刚刚开始发酵的嫩酵。那这时候呢，咱就给它和在一起。大嘴跟你强调一下，这个比例是1:1的比例，老面和我们新发的这个嫩酵。对，那么再加一点点碱，然后再加入什么？加入刚才少不了的水一起和进去。你看这个面团是越揉越大，而且我现在觉得，陈妈妈，您这个力量是不是也是给的比以前足了？就是这个釉面吧，要用这个膀子，肩膀，肩膀，就你属于是，对，歘它，就是我们把它揉匀了，就可以。那陈妈妈这段呢，就给我们大家呢这样揉着面。其实说起今天这个豆腐卷啊，那么大家听名字就知道，少不了得用这豆腐。你看，今天陈妈妈您用的是卤水的豆腐，卤水豆腐。你看陈妈妈特别细致，之前已经给这个卤水豆腐切成这样碎小的丁儿。对，要说起这豆腐，算是咱中国人的一个骄傲。对，老祖宗就开始吃，而且老祖宗居然能把它给研究出来。这是淮南王刘安，这是一个炼丹家，他在这个炼丹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是用石膏点豆汁发明了这个豆腐。从豆腐的发明到现在呢，已经有2100年的历史。当然，在这2100年的过程当中呢，不光是这个豆腐走遍了中国，而且走出了世界。的确的，它就像中国的像丝绸啊、茶叶呀，还有这个瓷器，对，一样成了中国的一个国粹。没错，其实要说起这豆腐呢，它不光是咱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上的骄傲，也算是咱中国人经常补身子的一个好食材。对，我们常说这个青菜豆腐保平安，就是对豆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包在。你像这个豆腐当中含有钙、铁、镁、锌这些矿物质的含量呢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还含有植物油还有呢优质的蛋白。我们都把豆腐称作是植物肉，就说它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而且呢它这种蛋白质人体吸收率很高，可以达到95%以上。并且呢这个一天2小块豆腐就完全可以补充1天每人的补钙的需要量了。就是说，如果说电视机前面的你爱吃豆腐，还真是找对食材了。对，听到刚才我们老师说这么多没有？它呢虽然说价格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高昂，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颇高的。今天我们把它和面搭配在一块儿，我估计那口感应该是外面软，里面嫩吧，豆腐嫩的。我们的面食呢，本身就说好像做花样比较少一些。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陈妈妈呢，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豆腐掺在我们的花卷里，不光是给我们一个很新鲜的这种面食的吃法，而且增加了一份营养。你像这种对生长发育的，还有这种老年人这种骨质疏松的，我们都提倡多吃点豆腐，多好。而且豆腐当中，你像不含胆固醇，也是那种高脂血症，像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心脏病的患者的一些非常好的一种食疗佳品。总之，我话再说回来，今天陈妈妈加的豆腐您加对了，是不是？加对了。这边你给它揉到什么程度，陈妈妈？现在看吧，已经匀了。匀了。等会儿我看一下啊，您现在揉完之后，这个不如刚才那个老面软了因为我们是越揉越有筋力嘛，有筋性有筋性。这时候你看，咱要拽着它，你看有点筋性，对，是不是？你看我看看这个尖怎么样？好你看，全都是气孔这里边这个气孔吧。是很深，再就是我们这个气孔吧，好像很大，那就是减小了，是，那咱们这个算是很小的气孔，然后很深的气孔这样就可以。就是说您辨别一下，碱的香味儿的，碱的香味儿，是碱的味儿，就这个就是那种特有的馒头那种，碱面馒头那种，你看。挺圆，你看都是那种小孔，但是是深的、小的、深的孔，揉到这程度，这样就是碱比较合适，没错，就味道肯定是很香。的确，那咱现在正式开始，再接着来。我们现在吧，就是把这个面我揉好了以后，我把它醒一下，再醒多长时间呢？醒15分钟就可以。好，靠过来，醒它15分钟左右，注意。一个密闭的空间，让它好好的醒。好嘞，接下来我们做豆腐馅了。我们现在开始和馅儿。把豆腐放在这里边以后吧，加上点葱花，然后呢，我们再加点葱花，然后你要放点香菜，
只要香菜的梗那部香菜分，梗香菜梗哈，好，哎，这样就可以。哎，然后我们加上这盐，这会儿来点盐，哎好，这些吧，好，也就是3克盐。一个手窝，啊，手腕这就3克，我就放上3克就放行了。3克盐哎 OK 哎哎，好然后倒上点油，来点油，哎，好，好嘞这就可以了。 ，OK，一个手窝，哎，完全一个手 OK 了。握哈，这样就拌一下。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豆腐啊是一种淡黄色的，特别是刚才和那个白色的面粉放在一起的时候，没错会特别的明显。我们选择的时候呢，购买的时候就要买这种淡黄色的，因为这是本身豆腐的颜色。你看那种豆腐很白、死白的那种，往往是加了漂白剂。就惨白的那种，对对有时候他为了吸引你买它，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它是健康的，对原始的最好。好，这边已经给豆腐呢调好了，我们这边面也醒好了，面醒好了了，哎现在面醒好了之后，然后交给陈妈妈，哎，好，来点补面，哎，加点面布哈，哎，哎，我们现在开始擀，擀做花卷了。哎，做花卷，哎，你把它摊成多薄呢，陈妈妈？啊，擀成就和面条那样就行了，面条那种，哎哟，那就是说相对来讲还是挺薄的。哎，我看你擀它的时候啊，挺费劲儿的啊而且你得反反复复的来回反方向、正方向的擀。啊，对，将面团不停地擀制，擀成一张薄薄的大饼。您瞧啊，这个大饼呢，最后就擀到什么程度？我们平时手擀面的那种薄厚的程度。擀成这样以后吧，我可以把这一块比较小的把它边角料再给它去除。去除以后吧，比较整齐啊没错。啊，这个可以再擀嘛，是对，吧？再擀做别的啊，对对对，哎，那咱开始然后我们填馅儿。哎填馅儿，将我们刚才啊这个拌好的豆腐呢，嗯放进我们这个面坯之上，对像做披萨的这个步骤。啊，对呀对，这披萨够特别的。中国的这披萨就是。个哎对，就把它摊平了就行，摊平它，哎其实呢，你摊平它主要目的呢，就是说你这个花卷里外可能都是这样的啊豆腐。就是好，其实我觉得你到一次性可以多准备一点豆腐。而且我觉得虽然咱这个年过了，但是如果把这个豆腐花卷呢放到过年的时候吃也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豆腐这个口彩，豆腐嘛。豆腐我就知道有些地方在大年30和初一早上不是吃肉馅儿的饺子，而是吃这个豆腐馅儿的饺子。你看看，人就是为家就是说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究谐音的对豆腐，对，挺好。哎，那咱接下来干嘛？你看哈哎，把它卷起来就行了，卷起来，我看你怎么卷你看啊？您就是这样，像卷春饼一样啊，卷起来对。对，哎其实我觉得每次啊嗯做这个春卷的时候啊，嗯可能大家比较愁的是什么？嗯愁的是这个面啊醒的不够或者发的不够，它最后出来那个口感不行。嗯那我们今天之所以采用2种不同的面配比，目的就是说相互借鉴这2种不同的口感，既有咬头又有暄软，对，那里面还有豆腐还嫩。哎，你看哈，嗯这个做好了以后啊，我们就开始切。哦，您这样卷起来之后就开始切改刀了。哎，对，一个是一个的啊，。一个是一个，你看这么大一个就可以啊。你看，这没错里边你看里面有豆腐，卷着哈，没错。豆腐，将花卷切好后，用筷子在中间一按，一个好看的花卷就成型了。为什么要做这一种？你要是做扭的吧，这个豆腐就出来了。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有不同的品种吧，你一定要用不同的手法，你记着了，哎用这个东西一压它就可以一压了。一压就可以。而且我们这豆腐有一些啊，就已经被挤出来一点，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千万记得压它的时候呢，这个馅儿别让它都崩出来，哎，这样就吃不到豆腐了。对，好，一个一个一压，一个一个又好看，压行了，吃起来的时候口感又丰富。对现在我们的豆腐卷呢已经全部处理加工结束了，就差最后一步就是上蒸笼蒸去蒸它。那现在就蒸，把它放进去，先醒一下，这还有醒，哎，放醒在这个锅里面锅里面先醒，大概醒多长时间再开始开火呢？这个是醒1克蒸15分钟15分钟之后再蒸。哎那蒸它的时候再蒸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啊，这个也是蒸15分钟就行。好，那么就醒15分钟，然后就起火，小火开始蒸它对15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做第2道精致的米面美食。第2道什么名字？陈妈妈。大米凉糕。大米凉糕。嗯做这个之前我问一下我们王静老师，大米凉糕您以前吃没吃过？
我以前在北京吃过，因为这个大米凉糕是老北京的一个消暑的传统小吃。而且我就感觉好像是自己在家里面根本玩不转它。对，给你这个大米，给你食材，你怎么做呀？束手无策。那怎么办？来请教我们的陈大师。对呀，陈妈妈还怕什么？制作大米凉糕需要的原料是蒸好的米饭、黑芝麻、豆沙以及果脯。这边咱用的是剩的大米。不是剩的大米，我给你讲哈。每次您都用剩的，变废为宝啊。这个是特为做的啊。为什么这样做吧？这个凉糕吧，一定不能过了水的大米饭。因为我们不要经过再加热啊，我们做出来直接可以吃。就是你必须所以说一定不能昨天晚上剩的米饭。它不像现蒸的，它不像蛋炒饭隔夜的反而好吃。对，要新鲜蒸的大米。对，的确。这边咱怎么处理它？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大米饭的制作哈。好。大米饭制作就是说我们用大米150克，150克啊，糯米加了100克，糯米是100啊，这个比例。我们然后把它大米和糯米一块泡了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加上水，加上一点酸辣油，再加上一点糖，并且还加了盐。你蒸大米饭还加糖加盐？对。你这个是专门为了做这个凉糕才出的这个方案，还是说特制的？特制的啊，这因为凉糕嘛要有口味，不能像我们吃饭还要就菜啦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它加口味。那我尝一尝，现在尝一尝，加了这个盐还有糯米一起出来的什么样的感觉？咸的大米饭，有没有那种像寿司的那种大米饭的感觉？是很弹的那种，就是没有醋。就是没有寿司醋啊，这寿司吧要加寿司醋，我们这个没有，是有点甜的滋味，是有点甜的滋味。这个糖和这个盐的比例有多少？这个吧是根据你个人的口味，你假如说我们很愿意吃甜的，就可以多加一点儿啊。我们就不大愿意吃，我们少加点提口味就可以了。今天您这个糖挺少的有点回味的甜。我就是少加了一点，你越嚼越甜。没错，越嚼越香。记得是新大米，而且是加了糯米以及呢糖以及盐的大米饭。好，咱这个大米准备好了，咱就开始正式的做。开始做，我们要把它放进我们一个袋子里面。袋子里面，一个干净的袋子对。好，咱今天要是用手把它变成糕，就是你不需要蒸，就直接做好之后直接就能吃。凉糕嘛。而且这个厉害啊！对，而且这个大米和糯米一经混合呢，它反而对人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一个解毒排脓，利湿消肿，还有一个健脾止泻的一个药用功效。可是我在跟你说它药用功效的时候，我发现陈妈妈总把它当做面来和，你是在和面是不是？和油面一样，像揉面一样。我们要把它压成面团。就是说，您之所以呢要把它放在袋子里面，就是方便你压它的时候压成面团。对。最后陈妈妈要彻底把这个大米饭变成一颗米粒都看不到的状态吗？还是说怎样？多少的有一点，但是比较黏，它可以便于成型嘛。陈妈妈，咱今天想要蒸这个大米饭呢，是要那种水分比较大的大米饭，还是说那种相对水分干的那种大米饭？一定不能比大米饭那个圆。我们就和大米饭一样就行了，就跟平时蒸大米饭一样。对，要是太远了吧，它就不成型了。那个。您压它的时候，觉得它这个手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感觉很好。你试试。是不是？哇，这就给它捣碎，哇，可以就是像我们平时的做这个和面是一样子的。对。好，那交给您。就这样油就可以。好，你看，就给它团成一个大米的小团。对，你看我压了这几下吧，它就好像有点碎了。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大家看一下，压一下之后，现在这个大米颗粒就有点像看不出来的样子，有点，但是粘了。粘了，我还要再压一下。好，接着再压，压它吧。对，将大米不停的揉搓，成为一个长方形的米饼。好嘞，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大米呢，就已经被陈妈妈呀给蹂躏成这个样子了。我看其实它还是能看到一些大米的小粒的对，只不过说比以前的时候粘上那么2倍了。你看多粘，而且因为加了那个糯米粉的缘故，所以说它好像就整个这一块不会松散掉。的确，而且陈妈妈您现在是把它放上2层这个小塑料袋中间，你要擀它。我把它擀，就是说您还是把这个大米饭当做面团来处理的。对，你看这样擀。
擀成饼擀成也是像刚才那种薄薄的饼对。陈妈，我觉得您这个打糕可能吃起来特弹。你想想，这个平时我们看到他们韩国人的打糕啊之类的，都是用那种大大的锤子来反复的捶打。对。那您之前做的凉糕也是经过您反复的揉，也能出来那种感觉。也能，还可以。也能，那就好。看陈妈妈给它擀到最后擀到什么样子？那陈妈妈，我们这个大米的凉糕是这种大米原味的，还是说我们需要加点配料？这个这个就是上边要撒东西嘛。今天你准备些小的果碎，对，这里面有什么？我看有一些核桃碎核桃碎，坚果和果脯类的一些对，果脯，包括枸杞，包括一些这个杏肉啊之类的，大杏仁、核桃仁。我把这个吧放在这边，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豆沙处理一下。你要把这个豆沙馅也放进我们这个凉糕里面。对。豆沙，这个在超市中其实都可以买成品的红豆沙，没错。豆沙馅，而现在红豆也非常的流行，它利水消肿所以对很多女士选择用红豆来起到一个降脂，还有一个减肥的一个功效。其实在这个红豆沙呀，平时的时候可能做起来麻烦，但是现在呢也比较方便了，在超市中呢，或者是在农贸市场就能买到。你现在要打这个红豆沙吗？对。那这个打它的目的是什么，陈妈妈？把它打的给它薄一点。就是薄薄的那种，对。那您就直接切一个薄薄的一层也可以，也可以，这样打可能更有这个筋性。对，它这样比较匀，吃起来比较软糯嘛。这样来回的敲打我们的红豆沙，你看就敲到这种比较薄一点，但是呢已经敲出这个小棱棱了。看来咱那个红豆沙馅用的还挺多的，这个。对。拿过来。他俩零距离接触了。好嘞，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在我们的大米的应该说米坯上面对，覆盖着的呢是一层红豆沙，然后我们就放这个果碎，脯，果脯碎，还有一些坚果的一些碎，对，撒在上边。好，这么均匀的淋上，也增加一份营养。可以，因为这种坚果类的，还有果脯类的，可以提供大量的一种卵磷脂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些维生素 C。陈妈妈再把这个第二个这个，你看这个米坯给它覆盖上吗？放在上边。陈妈妈，您这个怎么看？怎么像做了个大汉堡，像做个米汉堡一样？对，你看，我为什么用塑料袋子？拿的时候比较方便，不然粘手是不是？一摸的话就把手给粘住了。对，你看这样多方便，这样拿下来，你拽开它之后呢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这么多馅儿外面这个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还是一个比较有内容的一个凉糕的。这个我跟你讲，我还要切一下。那这时候您直接在这个我们这个塑料袋上面切吗？这上面切直接切没关系，没关系。将大米凉糕的边儿修整一下，然后切成小块，撒上芝麻以及果脯，最后再放上果酱，美味的大米凉糕就做好了。这会儿功夫，锅里的豆腐花卷也蒸好了。好嘞，现在我们一起来尝喽。来，陈妈妈，您先说，我们先吃哪个？您先说。先尝尝这个豆腐卷。先尝豆腐卷，刚出锅的。刚出锅的。赶快。好嘞，对，来，王静老师一起来了。好嘞，谢谢陈妈妈。好。豆腐卷啊，好，它那种呢是表面有点微黄的那种面皮，碱味很足，非常的松软，而且有一种那种特有的碱香的味道。没错，而且那个豆腐在里面显得那么嫩。其实陈妈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豆腐卷呢，要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绝对烫面的花卷好吃。对，烫面的绝对的花卷，那种吃起来的时候有点，老年人会觉得硬对，这个很圆哈。这个呢是又有那个烫面那种咬劲儿，那种筋头。还有呢，发面那种馒头的那种暄软，有滋有味的，还是咸口的。对，那咱尝尝咱的凉糕。好，来，陈妈妈一起，来，一块，尝一尝喽。一块，你看看这个凉糕，瞅着多诱人。是不是？你看看，整体的造型、颜色，最原始的那种，自己家做的那种，老式那种蛋糕房里面那种的糕点的味道，而且是那种软糯的那种口感，里边夹杂着那种沙甜的豆沙馅儿，这咬一口呢是软糯但不粘牙，沙甜而不腻口，很香。